哥今天带了什么好货？就是昨天那个您在拆货的时候有直播嘛，那发现货已经到了，那我今天赶快就过来。那除了拿货之外，大家就分享给大家月神系列，月神系列我的 TT 的毕业之作 ，TT 毕业之作，对，其中有2只。打开是红色瓶子的那个系列。那个已经是上一个世代了，上一个毕业，对，上一个世代了，对。哇，好，废话不多说，我们赶快来开看。月神，就像月神。因为我许愿这2只台湾正好都没有进啊，所以它没有所谓的中文译名。OK。但是我在写 YouTube 的时候，我还是要写一下中文名称。不然这叫什么？没有中文名称呢。没有中文名称哦。它是月神系列的。好，那给镜头给大家先看一下。因为小秦阳这个手真的有点重。这只算是我们先引进的，台湾还没有引进。哦，我们率先引进的。对。台湾还没有人引进。对。包含代理商里面。代理没有。对。所以哦，那就是我第一个。月神系列。那是你许愿的吗？对，我许愿了。我很早就去年11月就许愿了。哇，你真的是先发制人，难怪做我们的那个 team leader 这样子，好不好？可以吗？今天这样赞美可以吗？不是快过年，你突然讲好话，害我有点担心，想说你是不是有什么对啊过分的要求？哎呦，啊，哇，黑色的那种，黑色的，上一次是红色的，对，上一次红色。哇，它是有点大了哈，我们可以看一下。哇，来，我先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好，我把盒子刹住，你可以把香水瓶拿出来。来，等一下，好，合起，好，这个颜色你看，这么绚丽的瓶身，因为我看那个颜色的香精浓度应该非常的高哈。这外面这很像香水瓶子，上面穿着皱甲，哦，你看这个像不像那个盔甲 ？Armand，Under Armand，Armand 什么意思？不是 Armand 哦 ，Under Armand，Armand 什么意思？哎，我不知道，就是盔甲的意思。盔甲是 Under，就是你里面的盔甲。是，那这个就有点像。是。那因为这2只大概 TT 就毕业了那大家来闻一下，最后的拼图了，最后的拼图。对，然后你看这个镀金的也蛮美的，跟所谓的彗星系列还是总的来，他真的很喜欢我的包包，对，好，所以没有人有闻过，那我们来第四次。那你闻之前你有没有闻过这一支？没有啊，那你我是盲买啊。哇，你为了我们的影片盲买？我从来不会这么想，对，都是为了我自己盲买。对，你感觉你真的是太自作多情了。帽子扣得太高。哦，对，好。就台湾都没有进了，台湾都没有进。我们试试看。你是第一个，那大家应该闻得到了。对，我们就用接下来的影片呈现一下这个味道了。好，我们尽力了。要闻的话，再来我们现场这边，现场有播吗？当然没有啊，我会想办法让它播出来，好不好？对，你确定吗？对，这个要3万块啊！哎，这个我付钱了，我可以带走哦。OK。这个是新的，你先压了2个空气出来。哇，扩散性强哎！酒香哎，对，有酒香。酒香，威士忌。对，它有酒香。木头。威士忌。斜尾的臭扑鼻，我们不知道它的原文。对。它有香附子吗？我可以查一下。哇，很像进去，很像进去酒窖里面打开那个木柜箱。对。哇，对。它的青椒味我倒是没有闻到。没有，现在没有青椒。它就没有跟那个凯斯一样，就是你可以闻得到那种青椒的辛辣感，就青椒好。而且它的藏红花没有不会太重。对，而且我要形容一下，通常我讲臭扑鼻，大家会联想到这个发霉的霉味，对不对？但是它事实上，它这个臭扑鼻没有，不是不好闻，很少，是还不错闻的哦，很少，因为它用那个豆蔻啊、黑胡椒跟青椒去把那个
就是你讲的梅味，梅味哦，而且这个是干燥的感觉。梅味通常是湿湿的，对不对？可是它是哦干燥的。这个好香哦。来，前调藏红花、青椒、豆蔻、黑胡椒，中调哦加养玫瑰、广藿香，还有沙草。OK， 中调还有依兰哦，这写在这下面。那基调呢是柬埔寨沉香、龙涎香、印度乌木，还有马达加斯加香草、麝香，而且这个香草还不是一般香，是马达加斯加的哦。OK， 哦，这个真的是香爆形。容一下，你现在前调在你身上。这甜味真的是有一点点酒窖的感觉，那对有那种橡木桶的味道，哦那种橡木桶的味道是，那很像那个酒窖，而且使用多年的橡木桶，那它已经其实是自然而然的散发出一点点酒味出来了，但是那个酒味是不扰人的，就你可以闻得到那个酒香，但是酒精味其实闻不太到，那也没有所谓乌木。哦，他把乌木这支协调的很好了，对，好，把它打磨的其实非常圆滑，对，是，它对我来说是一个空间感，对，就是你在这个私藏酒窖里面地下道，然后可能当时有带一点这个黄光灯，然后你整个玻璃酒柜，好，还有木造的这个装饰氛围，就是那种昏暗的那个灯才一点点，对啊，灯一点点的哦，或者是壁炉的火光摇曳的这种哦忽明忽暗的那种感觉，它就是一个空间感。哦，这超香的，我靠，真的好香对，这个应该香精浓度非常高啊，这个香精浓度非常高了如。果你喜欢tobacco，类似这种烟草烟草啦，或者是喜欢酒香调的啦，或者是喜欢这种雪茄这种感觉的威士忌的感觉，你一定要试这一支。成功男人的味道，对，成功有没有男人。成功我是不知道。不然你看 Michael Jordan 是每次都咬着雪茄对对对坐在那边，对不对？他说他抽雪茄是享受那个成功的感觉， Yeah，哇，一切在的巅峰的感对觉。没错，嗯，没错，不像我们还在努力中。对，我哦们是假装自己好像成功了这样，假装了，哦只能假装了。哦假装久了看会不会变真的。哦，只要人家喝的是威士忌，我们两个一直喝啤酒，对，我我们两个伟大力，对，哦，好，哦，来，那你觉得如果以一个成功的男人来说的话，这一支适合在哦，真正成功男人应该喷的香水。那你说女孩子可不可以？其实也可以，是一种要非常有个性的女孩对，子。就是你告诉别人你正在找一个成功的男人，对可以喷好哦，好哦，好。哎，它现在有一点点微微的甜了，应该是那个香草有一点点出来了，香草出来了，对，而香草出来了，且他还特别强调是马达加斯加的香草，对，而且妙的是，我刚刚一开头的时候不是说他有这个超呼力吗？他已经慢慢的没有了呢。是不是像个古代的图腾啊？哈，就是那种古迹会出现的那个，你看眼睛在这里，嗯，像靠，人家晚上会不会睡不着觉？对就放在你床头。哎，真的，你看像不像图腾？这两个是眼睛，对，我想今天早上又有那个现场试香的朋友，真的哦，离开的时候说，老板，你跟豪哥拍那影片，我真的有在看。我要是怎么可能呢？我真的要是那个上班时间跟时间之间，我如果要打发一下，看这个，哎，真的是这倒是可以还的，对，蛮好，还蛮好，他说这样子时间就过很快。时间又适中，对不对？都看完就然后也有准备打乡友卡。说，他认识我们日本人哦，他认识我们是看到影片来，跟她老公一起来，对不对？我还有国际的那个乡友，对不对？有，你现在已经那个在全球算是又要讲到北韩了，是吧？又要讲到北韩了，对。北韩通常就一个人能上网，对啊。哦，好。你看成功男士是不是？你说他也算成功男士就对了没。有，那是他爸爸给的。他的祖父辈了哈，祖辈跟父辈了哈，他算富三代了。对，哦，富三代。我们就不用鸟他太多了。对。然后他最近也减肥成功哎，你不要这么说哦，对不对？好像是哦。是不是？他最近减肥成功，变好瘦。金小胖。金小胖。对啊。来，我们讲一下这个成功男士，你会用在什么样的场合？
我觉得我应该会用在晚上，然后穿着燕尾服，然后有那种定做的，对，有那种啾，然后那个定做的腰封，对 ，OK， 这么慎重啊？对，OK， 这就是个，我觉得是庞德的味道，就是神秘又性感的味道。对，哦，OK。那我觉得他一开始他给我的是空间感，就是在酒窖里面几个重要，不管是客户或者朋友，你要聊天的时候，就是在一个昏昏暗暗，然后喝点小酒谈事情的一个场合里面。那其实散发的气场是比较强的啦，是比较强的。就是那种有动物势头的，就是我们可能坐在那个皮质沙发，然后有一个鹿，然后跑出来，熊跑出来那个啊。我的是没有这些那个。我们要爱护动物，对，爱护动物那个组织会来抗议，对，会在下面留言。纯粹的就是木地窖，然后它所有旁边有个火炉，对不对？微微在烧，对。那所有的材质都是木造的，木造的位置啦，木造的桌椅啦，类似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闻到现在，你不要因为里面有乌木，觉得它就是一支乌木调的香水。其实它是一支非常非常醇厚的木质调的香水。对。那刚刚又经过一些，现在在你身上怎么呈现？哇，就是一个性感成熟男人的味道。对啊。对是。而且我们慢慢一开始它不是我讲的这个超馥郁，它现在已经其实都没有，完全已经转到了皮革木质的调性，然后有一点点性感，对不对？有一点点性感。对。那虽然有钱昂贵的味道，虽然有气势，但是不失它的幽默。对，没错，好相处。对，对，很多气势强大，不容易让人家接近，但是这一个反倒让人家觉得，他有点幽默感。对，因为会笑的人就容易让人家觉得可以靠近的哦。那这个呈现的大概10分钟过去之后，现在慢慢呈现是它是一个可接近的。对，没错。当然，我觉得它还是气势是强的。它气势是非常强大的一个香水。对。好，那我们前调就到这边。对。那待会回来，我相信它中后调变化应该会比前调更多。对。特别是 TT 这牌子，它的后调都是非常美的啦，非常美。对。好，那我们待会回来再来介绍这一支哦。拜拜。好，拜拜。柯文哲。对，我没有像他这么的固执啊，但是还是有点弹性。但基本上我是6个标准差的忠实拥护者。绿带，对，绿带。我是潮间带。你是性感带嘛，好吧？这一款台湾还没有引进的。对。我刚刚是不是一开始形容它空间感，然后超稳？而且它浓度超高啊，在我身上的后超稳，干净的木头香，纯粹哦，干净到不行哦，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它的后调。对，而且真的是一开头刚刚讲的那些霉味啦，全部都不见。因为我们今天拍那个中后调的时候，真的有累积了足够的时间。刚刚那种混乱的味道，那种陈旧的味道，到现在变成干净。对，好像都市重建过哈，都发局已经把那个拆掉了，做那个都更了哈。如果我们要套用成功男士的这一个主题来延续的话，我要说，在商场上你必然会经历过某一些厮杀嘛，或者是你需要有足够的霸气嘛，才撑得出这样子的一个位置跟这个局势，对不对？但是呢，当你到了最顶峰的时候，一切就是他现在后调呈现的干净纯粹，因为返璞归真了。对，因为这些血淋淋的都已经成为过去，他现在到一个最洁白无尽的一个高度去。对，所以在底下攀爬的时候，你还是会需要一些谋略啦，需要一些过程的努力，然后，但是到了最上面的时候，就像现在的后调，干净的木头调。我这样形容可以吧？可以。您形容的都是那个一次到位，对。是，所以我非常喜欢。其实一开始我并没有很喜欢这一支啦，因为它有点混乱，可是香材太多了，真的，我一开始也有点，
它是需要一点点时间沉淀，然后你再想一下这个味道，才会爱上它。对，而且它又是一开始乌木的那种烧感比较强的，对，然后再加上一些超扑鼻，但是后调却是完全走不同的形式。我觉得这一支绝对你已经中了，对。那三调变化，简直就像我用你的名言，柳暗花明又一村。对，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个太普通了，我之后要换点别曲。啊，你算你来吧。这个我还是没有准备好。哦，干净的木头。对。哦，那在你身上后调一样是干净木头。我们比较喜欢这支啦，但是老师刚才说他喜欢味道更重的，对。他说他喜欢味道更重的，对。对。哦，所以你反而是比较喜欢这一支，所以你盲买的这一支有中，对不对？对。A 开头有中了，其实 D 也有中了，但是现在可能外面才17度，可能还不行。对。OK， 你觉得要再低温一点的时候，它就更温暖了。对。哦。就像因为这种超扑一就让你觉得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就让你在寒流来的时候躲到一个温暖的温室里，旁边烧着的。我现在这个后调的画面想象还是跟一开头是一样的，在这个昏暗的酒窖里面，一切都是木造的装饰，桌子啦、椅子啦、柜子啊，都是高级木头。那现在我的感觉就很像这个你所谓这个好像成功人士拿了一块洁白纯净的木头，然后在鼻子前面闻这样子的画面，就是非常的纯粹干净的木头这样，木香，现在已经存到一个非常干净，然后刚刚砍下来的，而且是干燥，对，干燥的，这相当不错，对，好，评分了，来，所以你会把它放在哪里？因为一开它这已经是乌木，对，乌木，对，东方木质调，对，好，那你会给它0到10几分？我必须说，它的浓度真的是非常的高啊，大概是它应该是媲美海星系列咯的浓度了价钱可能也差不多了那这个浓度跟这个香气的呈现，我个人给它10分了，对，难怪它要卖这么，对，难怪它要卖这么，加上这个包装，你不能以这个价格来决定这个。没有，我从来都不会觉得，我觉得。就算是平价的香水，也是会出现好味道的。对，如同你说，你上班其实都偏商业香水。对。好，但是我收藏就喜欢这种有历史感的香水怀旧感，对。好，那如果这一支木质调，我给它分2段评分，前段的话，我几乎大概只能给它到5到6分，因为这个不是我的菜了，必须说实话。但是有人因为它浓度太重了，你可能一下子而且再加上它的超扑鼻的感觉，那可是我觉得后调的话，木头的纯粹干净，我给它到10分，这个变化落差有点大，那个中的体会，可能你只有自己亲自闻过，你才知道老板讲的，一开始5分，因为那不是我的调性可是到后面确实非常能够接受。因为这次我看许愿。好像也蛮少人许愿的，不了解，对，不了解，对，他们还是许的就是可能是台湾有引进的部分，因为它可以闻得到的味道。但没关系，我们先从影片介绍给大家，起码对这一支有一个基本认识。对，那有的人听到老板讲说，这个超扑鼻，哇，他就很爱。就你可能要开一瓶放在4箱桌了对，开你的那个方式。他说29800OK， 好，谢谢豪哥今天为我们带来这一支。第一支，拜拜。